曾经，你是否也听过那句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在过去几年，这句戏谑的话语成为了无数人调侃舔狗文化的标志。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某种文化的消退，更是一场消费观念的巨大转型。从曾经的重奢轻食，到如今的精明务实，这场变革带来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从高端餐饮业到奢侈品市场，再到电影院，这些行业的盛衰背后，隐藏着年轻人消费心理的深刻变化。那么，这种转型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市场的寒冬，还是一种新的开端？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消费文化的革命，以及它如何塑造了年轻人新的财富观。几年前，舔狗文化风靡一时，这些年轻人将爱情视为最重要的投资，用心仪对象的微笑作为自己消费的动力源泉。在舔狗们的世界里，仪式感是第一生产力，每个节日都必须送礼物，每次约会都要拉满，一个生日可能意味着几个月的工资，一顿晚餐轻松耗掉大半月收入，一个小惊喜动辄上千。这些数字或许看似疯狂，但在那个时代，这种行为不仅被默许，还被美化为浪漫至死不渝。以平安夜为例，曾经这一天是无数情侣的重要日子。下午商场里，人们争相购买限量版香水、包包、傍晚，米其林3星餐厅的座位一位难求。晚上，情侣们在灯火辉煌的影院度过浪漫时光，最后可能还会在高档酒店为这一天画上完美句号。这些消费不仅让个人钱包腰斩，也让整个高端市场熠熠生辉。2017年，全国平安夜电影票房突破4亿，整个圣诞节期间的消费数据更是炫目无比。那些年，奢侈品专柜门前排起的长队，米其林餐厅里无休止的翻台，奶茶店外络绎不绝的队伍，都在见证舔狗时代的繁荣。但盛极必衰，这样的热闹逐渐成为历史。近年来，人们的消费观念悄然转变，原本的重奢轻食逐渐被精明务实所取代。2024年平安夜，全国电影票房仅3851万，不仅远低于2017年巅峰时期的数字，甚至连普通工作日都不如。电影院萧条的同时，高端餐饮也在经历寒冬。上海曾经的高端餐饮风头一时无两，米其林餐厅、网红日料店动辄人均消费1000元以上，而现在他们纷纷推出平民套餐，希望以低价吸引更多客人。奢侈品市场的冷清同样让人啧舌，曾经高不可攀的品牌，如今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导购们甚至主动通过微信推销商品。奶茶行业也未能幸免，2024年全国关店20万家，一线城市的关店率高达 40% 以上。舔狗的消失无疑是这些行业衰退的直接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整个消费文化的转型。以往人们热衷于用消费表达情感，而如今年轻一代更加关注性价比和长远利益。房贷、车贷、教育成本等现实问题，让许多人不再愿意为一场浪漫的约会大肆挥霍。与此同时，互联网对消费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社交媒体的普及让人们更加容易看到消费陷阱的存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理性购物，拒绝冲动消费。当然，市场也在努力适应这种变化。高端餐饮业试图通过降价吸引更多客人，奢侈品品牌尝试以限量款和联名款挽回顾客的心，而电影院则通过复映经典电影等方式吸引观众，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因为消费者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平安夜不再是秀恩爱的唯一时刻，电影院也不再是浪漫的标配。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似乎更倾向于用低成本的方式享受生活，比如宅家看网剧、网购折扣商品，或者一起做顿家常饭。曾经的舔狗时代是一段辉煌的商业传奇，而如今的消费寒冬则让人倍感落差。然而，
这一切或许并非坏事，消费的理性化让更多人开始思考金钱的真正价值，也让市场开始探索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路径。虽然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昔日舔狗撑起的繁荣，但这未尝不是一种回归本真的开始。首先，让我们回到年轻人消费心理的变化过程。曾经的他们深信，爱情的美好需要用金钱来装点。一场浪漫约会如果少了米其林餐厅、奢华礼物或一场精心安排的烛光晚餐，似乎就不够称得上爱情。那些发自内心的陪伴与关怀，被昂贵的消费理所当然地取代了。这种扭曲的逻辑，让无数人甘愿掏空口袋，也要在所谓的节日里证明自己重视对方。更有甚者，日常生活也变得被消费绑架，送礼、请客、制造惊喜成了常态，谁也不想在仪式感的比拼中输掉一分面子。然而，这种不理性的消费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伴随着市场对过度浪漫的炒作和年轻人生活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发现那些用金钱堆砌出来的感情往往是最脆弱的。无数失败的例子让人明白，所谓的舔狗行为不但换不来真爱，反而让自己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与其说是爱情的失败，不如说是消费理念的转折点。当爱情的面具被揭下，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真心远比昂贵的礼物重要。这种心理转变直接引发了市场的连锁反应。曾经，传统节日消费是经济的一块大蛋糕。以平安夜为例，过去的年轻人争相预约高档餐厅，而现在呢，一个简单的外卖套餐和几集喜欢的剧集变成了节日的标配。商家们精心打造的节日气氛变成了摆设，高昂的节日营销费用却换来了空荡荡的客流量。那些以情侣为主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也逐渐被更具性价比的选择所取代。年轻人宁愿选择一台可以陪伴多年的游戏主机，也不愿再为一次性消费买单。连锁反应远不止于此，高档餐厅客流量锐减，商场里的奢侈品牌逐渐冷清，电影院和主题酒店更是首当其冲。一场节日消费的热潮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从头凉到尾。那些曾经靠着节日旺季吃饱的商家，如今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经营模式。以往，节日带来的商机让商场和餐饮业仿佛置身于一场狂欢盛宴，但现在，餐厅纷纷开始主打性价比，商场尝试转型社区化服务，连高端品牌也不得不降价促销，争取更多的普通消费者。2024年的平安夜无疑成为了这一场崩盘的经典案例。商场里空荡荡，连大促销都难以吸引人潮。高档餐厅里，服务员的数量比顾客还多，电影院里的座位空了大半，就连节日气氛浓厚的主题酒店也不得不降价到白菜价，却仍无人问津。这一切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环接一环，最终形成了整条消费链条的崩塌。但事情并非全然糟糕，一些曾经一味跟风的年轻人终于开始将消费重点转移到提升自我上。有人用原本计划用来送礼的钱报了健身课程，也有人选择投资职业技能的培训，甚至还有人直接把节日预算省下来，用来为未来储蓄或者还清债务。这种更理性的消费观念，虽然让商家叫苦连连，却让年轻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实质的提高。然而，市场从来不会真正消失，只会转移。当一部分人对节日消费说不，另一部分人却在寻找新的消费模式。随着舔狗经济的崩盘，健身、学习、科技产品等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些新兴消费领域正在填补传统节日经济的空白，而年轻人也逐渐从单一的仪式感消费中走向了更加多元和务实的消费方式。新消费力量的崛起，以游戏产业为代表，展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数据显示，从2019年的2308亿元到2024年的3257亿元，短短5年，
游戏行业增幅近千亿，令人瞠目结舌。像黑神话、悟空这样的游戏，仅预售收入就达到80亿元，相当于2024年平安夜全国电影票房的20倍有余。这些数据背后透露出的是消费者心态的转变，曾经为博取他人欢心而花钱的人，现在更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埋单。一台顶配的游戏本，一套高端外设，这些动辄上万的消费，不仅是个人享受的体现，更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同样令人意外的是，钓鱼产业也成为年轻人消费的新宠。谁能想到，这项传统印象中老年人专属的活动，居然在90后、00后中掀起了一股热潮。全国钓鱼爱好者人数已突破 1.4 亿，其中25到44岁的年轻人占据半壁江山。在新增钓友中，90后和00后的比例甚至超过 10%。 钓鱼这看似平静的活动，其背后却是一场装备大战。鱼竿、饵料、服装，这些设备价格不菲，但年轻人毫不吝啬，因为这不仅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寻找志趣相投朋友的纽带。对于这些新一代消费者而言，金钱不再是讨好他人的工具，而是通向自我满足的钥匙。不仅如此，健身产业也在这场消费升级中赚得钵满盆满。从健身房会员人数的年增幅超过 30%， 到私教课程预约的火爆，健身器材销量也一路飙升。曾经那些为了约会穿的帅气、买奢侈品的男生，现在都将金钱投入到塑造好身材的事业中。蛋白粉、哑铃、跑步机，这些看似无趣的消费，却让年轻人对生活有了更多掌控感。一身健美的肌肉不仅提升了自信，也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追求目标。此外，摄影器材市场也在这场消费风潮中迎来复苏，相机销量同比增长 25%， 镜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过去，人们花几万块为博取他人一笑，如今他们宁愿用这些钱买相机，记录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随着后期制作课程的供不应求，这些消费者的创作热情也在不断高涨。他们不再为满足他人期待而消费，而是用镜头捕捉世界的美好，享受创作的纯粹乐趣。然而，与这些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行业的寒冬。电影院无疑是重灾区之一，曾经情侣们的约会圣地，如今却冷冷清清。情侣观众的缺失，不仅让电影院失去了高频消费群体，也让其附加价值大打折扣。重要节日里的电影档期已不再是情侣的标配，而变成少数资深影迷的孤单狂欢。高端餐饮更是举步维艰，那些曾经主打仪式感的网红餐厅，如今纷纷倒闭。尤其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高端餐饮行业的关店率触目惊心。原因无他，人们不再将昂贵的餐厅视为表白的标配，而是更注重性价比和真实体验。人均消费500元的餐厅已无法吸引到更多人驻足。更让人唏嘘的是，礼品产业的萎缩。从 LV 到香奈儿，从钻戒到香水，奢侈品行业的销售额全面滑坡。那些曾经为取悦女神而豪掷千金的消费者，现在早已将视线转向了能给自己带来真正价值的消费品。连商业地产也未能幸免，一线城市商场客流下降，二线城市空置率激增，三线城市甚至掀起了一波商场倒闭潮。曾经热闹非凡的购物中心，如今变得门庭冷落。与此同时，居家经济异军突起，成为这一波消费转向的最大赢家。外卖订单量飙升，家庭影院设备热销，游戏主机甚至一机难求。人们在家中完成消费升级，同时也在重新定义幸福生活的边界。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花钱不再是为了获取他人的认同，而是为了让自己感到满足。游戏装备、智能家居、在线教育，这些曾被视为可选项的消费，
如今已成为必需品。从舔狗经济到个人价值消费的转变，反映的不仅是经济环境的变化，更是消费者心态的成熟。他们更注重个人体验，而非外在炫耀。传统产业的没落并非终点，而是一次倒逼创新的机会。想想前几年的情人节，花店里精心包装的玫瑰价格翻了10倍，情侣们挤满了米其林餐厅，节日氛围浓厚的让单身人士望而却步。那时候谈恋爱的成本高昂的离谱，从昂贵的礼物到精致的晚餐，甚至于一场看似平常的约会都要花费1月工资的现身。商家利用情感氛围吸引消费者，商品与服务本身的价值却被忽略。这种消费模式让许多年轻人过上了今天吃土明天继续舔的日子，但风向总有变的时候。近年来，人们的消费习惯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年轻人开始从盲目讨好他人的冲动消费转向理性投资自我。过去，花1万块买奢侈品给恋人是一种炫耀的资本，而如今，这笔钱更有可能被用来报名职业技能课程、购买健身年卡，或者升级一款高效能笔记本。这不是消费降级，而是消费升级，从单纯满足他人需求到注重自身价值的提升。这种观念转变背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价值觉醒，从餐饮到电商，各行各业都感受到了这一转变的冲击。网红餐厅不再以拍照好看作为吸引点，而是开始注重食材和口感，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体验。消费者越来越精明，他们对商家的噱头免疫，关注点回归到产品与服务的本质。一些曾经以情怀税著称的品牌，如今面临着无情的市场淘汰，而那些脚踏实地、注重实用性和性价比的企业则迎来了发展机遇。特别是在电商平台，变化更加显著。从前，首页推荐的商品多是奢侈品牌和华而不实的小众用品，现在各类健身器材、学习软件和生产力工具纷纷占据榜单。消费者用钱包投票，将资源更多的投入到可以提升自我或改善生活品质的地方。这种变化不仅是理性消费理念的兴起，更是对虚荣式浪漫的集体告别。社会价值观的转型也让浪漫有了新的定义。以前，送昂贵的礼物是浪漫的标配，而今天的年轻人更看重精神的共鸣。一对情侣一起去登山，学习一项新技能，或是共同完成一项副业目标，这种由共同成长带来的亲密感，正成为新时代的浪漫标准。比起送花，陪伴和进步更打动人心，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这场消费革命对商业世界的影响不可小觑。那些曾经依赖高溢价的情感营销商家，发现自己的生意模式岌岌可危。面对更加挑剔、更加务实的消费者，企业不得不放弃浮夸的包装，重新审视产品与服务的核心价值。可以说，这种转型是一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只有真正能满足消费者实际需求的商家，才能在市场中站稳脚跟。与此同时，这场转型也给消费者本身带来了更多积极的改变。过去，很多人因为冲动消费而陷入债务危机，如今他们开始学会规划开支，用脚投票选出对生活最有意义的产品和服务。理性消费让年轻人逐渐摆脱金钱的枷锁，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如健康、学习和成长。这一切最终指向了一个更健康、更理性的消费环境。市场不再被浮夸的氛围所主导，而是逐步回归产品与服务的本质。年轻人也不再盲目追求外在的虚荣，而是更懂得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内在价值。这种变化无疑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更多的正能量。这场消费观念的转型，不仅在个人生活中掀起了波澜，还深刻重塑了商业生态与社会文化。就如同大浪淘沙般，一些过度依赖情感营销的品牌逐渐被市场边缘化，而那些重视价值创造的企业则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例如，
曾经以豪华餐厅著称的餐饮业，如今却纷纷转向平价、健康、实惠的路线。一些以食材真实、价格合理为口碑的连锁餐厅，不仅客流量稳步提升，还赢得了广泛的信赖。电商平台则通过大数据紧贴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健身器材销量屡创新高，专业学习课程订阅数迅猛增长。某健身品牌数据显示，2024年销量相比去年增长了 45%。 从这背后可以窥见年轻人愈发注重身体健康与技能提升的趋势，而那些希望用噱头抓住消费者注意力的品牌却逐渐被冷落，库存积压严重，最终不得不黯然退场。此外，精神共鸣型浪漫文化也逐渐成为主流。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情侣分享彼此学习新技能的日常，或者共同完成某项极限挑战的经历。这种不炫耀、不攀比，但共同成长的方式，更贴近现实，更能触动人心。浪漫不再是一场金钱竞赛，而是一种真正的情感连结。更有趣的是，许多年轻人不再是单身为羞耻，而是将其看作投资自我的黄金时期。他们会趁机报名旅行课程，开展副业，甚至开启全新的职业规划。对商家而言，适应这种变化虽然不容易，但却充满机遇。一些企业通过提供实用价值与情感连结的双重服务，获得了惊人的成功。比如，一家专注健身和社交的俱乐部，以团体训练加兴趣交流模式切入市场，迅速吸引了一批忠实用户。类似的案例表明，那些愿意倾听消费者需求，满足真实价值的商家，将在这场变革中笑到最后。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型还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过去，面子消费曾造成年轻人负债累累，甚至影响到心理健康。而如今，理性消费的兴起，让更多人拥有了更健康的财务状况和心态。社会在逐步走向成熟，消费者不再轻信广告宣传，而是更注重通过学习和努力改变命运。更重要的是，这种消费观的转型为未来的商业模式注入了更多人性化的考量。从个人到行业，从商家到消费者，这场变革带来了诸多令人欣喜的结果。或许有人怀念曾经甜蜜却烧钱的浪漫，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转型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加从容与真实，这也为社会整体的进步奠定了更加理性的基石。从舔狗时代的繁华到个人价值消费的崛起，这场转型不仅是一种消费观念的改变，更是年轻人对生活方式的深度反思。或许我们再也不会看到节日里被挤爆的高档餐厅，或是奢侈品牌门前排起的长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变化让更多人学会了理性消费，懂得如何为自己投资。最终，市场会回归本质，个人会回归真实，而我们每一个人也将在这场变革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价值与财富自由。